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行不离。漂浮在旋转有节奏的北大西洋海域，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徘徊不去。这是田园诗般的度假胜地，郁郁葱葱的绿色山谷，雄伟壮观的玄武岩悬崖，神秘的隐藏在这里，就像一个孩子的想象力。大自然在世界的边缘创造了独特而又无法模仿的秘密，一片真正未受破坏、未被开发的地方。这就是法罗群岛，欧洲保存最好的一处地球秘境。构成法罗群岛的18个锯齿状火山岛，不仅拥有神话般的山峰，还有像霍比特人一样的草皮房屋和自由自在的毛茸茸的绵羊。这里只有最新鲜的空气的味道和任何方向的广阔景观。当你身临其境，一定会感到令人愉悦的那种不紧不慢的童年气息。法罗群岛处于挪威与冰岛正中间，1万年前造物主用石斧开凿了欧洲大陆，而溅起的碎石则造就了孤悬在外的神奇法罗。沃格岛上的瀑布和村庄是法罗群岛的标志性风景。如果没有这条山顶单车道隧道，沃格岛上哥萨达鲁尔村的几十户居民都要徒步2小时才能翻越大山通往外界。首都托尔斯港算是当地的大都市，法罗群岛1/3的人口居住于此。托尔斯港得名于神话中的雷神索尔，而这雷神估计是居住在云雾之中，因为托尔斯港甚至整片法罗群岛基本上都是天无3日晴，大风多雨，潮湿多雾，没有酷暑，没有寒冬。法罗群岛一年的气候就是这么简单。墨西哥湾洋流加上海洋性气候，让法罗群岛海水温度常年稳定在9度左右，这对海产养殖的品质至关重要。再加上北大西洋的海水洁净无污染，使得法罗群岛成为了养殖三文鱼极佳的场所。在峭壁之下的峡湾里，巨大的圆形网箱每年可出产几十万吨优质的三文鱼。法罗人无不自豪地说，这里出产的三文鱼品质更加稳定，口感更加顺滑。在法罗群岛，除了三文鱼、羊肉、鲸鱼和小土豆之外，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物产。三文鱼肉、羊肉和鲸鱼肉共同组成了法罗人的肉类食物清单。法罗群岛的地貌决定了自然的承载量无法供给足够的食物。高山草甸上放养了大概9万只羊，养殖的三文鱼大部分用于出口，而鲸鱼肉则成为法罗人剩下30%肉类食物的唯一来源。每年的2月和8月是法罗群岛传统的捕鲸季，这一捕鲸的传统已经延续了数百年。最早的记录是在1584年，古代维京人冒死出海，用长矛刺穿领航鲸的身体，受伤的领航鲸会拼命逃窜，人们乘船将鲸鱼逼进峡湾浅滩。鲸鱼本身有群体活动的特性，没受伤的鲸鱼都会跟随领航鲸一起落入早已布局的陷阱之中，而随后红色的血水染红了整个峡湾。这种行为虽然残忍，但法罗人至今并没有改变。世界各地的动物保护组织虽然奋力谴责，但法罗人依然墨守成规。不过法罗群岛也有自己的机构来控制捕杀数量，而捕杀的鲸鱼并不会被用于商业销售。捕杀鲸鱼收获的鲸鱼肉经过切割之后，会由警察送到当地的每一户家庭。商业化捕鲸会使人变得贪婪，法罗人信奉按需索取，他们吃了几百年的鲸鱼肉实在无法舍弃。虽然岛上也有居民养牛，但如此帅气的牛肉你忍心吃下吗？法罗人其实很富裕，他们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，所以很多人离开法罗群岛去欧洲大陆定居。大多数法罗人都很热爱足球、徒步或骑行。作为拥抱大自然的一部分，只要天气状况允许，法罗人会用8小时翻越一座山，或者用1整天时间骑行一座海岛。也许这就是最美妙的生活，不知不觉在美丽的风景中度过每一天。你想去体验一下吗？来次旅行长点姿势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